Hello，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我建立这个频道的目的呢，是想为那些已经有一定中文基础的朋友提供听力材料，扩大你们的词汇量，用一种不太乏味的方式来学习中文。乏味是一个很有用的词，意思呢就是不有趣、没劲的。那你可以说这个视频很乏味，这本书很乏味，他这个人很乏味。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可以打开中文和英文字幕来帮助自己理解我说的内容。在视频的最后，我也会帮大家一起回顾复习，在这个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的词汇。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AI 数字人。其实 AI 数字人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在中文里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人工智能。那 AI 数字人呢，就是用 AI 技术造一个跟真人几乎一模一样的虚拟人物。对于我这个科技门外汉来说呢，本来对这个话题并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但是最近呢，我听说中国有一家公司利用AI 这个技术，复活一些死去的人。那这里的复活呢是打引号的，我在之后的视频里跟大家解释这件事情。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呢，对这个技术或者这项服务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所以呢想跟大家在视频里讨论一下。那刚才我说我是科技门外汉。门外汉呢这个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的意思，其实它还是挺常用的。门外汉中的汉呢就是人，那门外汉就是指在门外的这个人。我说我是科技门外汉，也就是说我是科技这扇门外面的人。理解起来呢，就是说，我并不懂科技，我并不是非常懂科技，所以呢，我们经常用门外汉这个词，来比喻那些在某个领域或者在某个学科没有受过训练、没有经验、不懂的那些人。那举两个例子吧，你可以说。在电脑编程方面，我是真正的门外汉，意思就是我一点都不懂电脑编程。第二个例子，很抱歉，法律方面我是门外汉，你还是找其他人帮忙吧。刚才说到中国的一家公司用 AI 技术复活死去的人，在这里复活呢是打引号的，因为不是真的复活，而是在视频电话里复活。比如说有一个男人，他就找到这家 AI 公司，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弟弟在一场车祸当中去世了。那现在呢，他不想把这个噩耗告诉自己的外婆。噩耗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那通常呢是指亲人朋友去世的消息。现在他不想让他的外婆知道这个噩耗，因为现在他的外婆身体不太好，他想等到外婆身体好一点的时候才告诉他这个噩耗。所以呢，这个男人就找到这家公司，希望这家公司用 AI 技术，造出一个数字人，就可以给他的外婆打电话，因为他的外婆并不知道他的孙子其实已经去世了，但是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孙子这么久都没有跟他联系，心里非常想念他的孙子。所以呢，这个AI 公司吧，这家公司就造了一个数字人，
给他的外婆打视频电话。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已经说了，我是这方面的门外汉。我只是知道这家公司搜集了这个弟弟非常多的图像和声音资料，然后呢就由一个陌生人打视频电话给外婆，但是外婆在这个视频电话上看见的脸呢，是已经去世的弟弟的脸。所以说其实视频里出现的那张脸呢是假的，是合成的，但是外婆以为是那个已经去世的弟弟打视频电话给自己嘛。那这个男人呢，其实想要通过这种方式给外婆一些安慰吧。还有一位妈妈，她的丈夫呢因为某些原因进了监狱，但是这位妈妈不想把真相告诉自己的女儿，或者说她不知道应该怎么把真相告诉自己的女儿。真相呢，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儿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所以他找到这家公司，希望他们能够打视频电话给自己的女儿。当然，在视频电话上面出现的脸呢，是爸爸的脸。还有很多人找到这家公司，原因更简单，他们只是想再看一看自己死去的亲人。那我觉得吧，去制作这样一个数字人并不便宜，一单需要1万人民币左右。那但是呢，这家公司从2022年到现在已经接到了600多个订单，所以看起来这样一种服务，还是有市场的。有市场的意思就是说是受欢迎的。如果你说一个产品是有市场的，意思就是说它在市场上是有需求的，是卖得好的，是受欢迎的。不过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是看到这家公司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这样一个服务真的是好的吗？或者真的是合理的吗？就比如说在第一个故事当中的外婆，她是更想知道真相，还是别人用假的视频来欺骗她呢？在之后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孙子其实早就去世了，她的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有那些只是想要再见一见自己死去亲人的那些人，对于他们来说，这真的是有帮助的吗？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想要从死去亲人的这样一个悲痛当中走出来，首先他是要接受这个亲人已经死去了这样一个现实。所以说，那些一个一个假的视频电话，满足的只是他现在的一种需求，对于他长期走出悲痛来说，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在采访这个公司创始人的时候，他提到了这样一个订单，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她的孩子因为意外去世了。所以这个母亲呢，就是这个孩子在去世的时候还是非常小的，那这个母亲一直没有接受孩子去世的这个现实，每次提到这个孩子呢，还是会非常的悲痛，而且情绪呢就会失控。这个母亲找到他们，希望他们帮助他做一个他孩子的数字人，让他能够时时刻刻看到这个孩子。那这个公司呢，当时接到这个订单，去咨询了心理咨询师，问他就是问这个心理咨询师是不是可以帮助这个妈妈做一个孩子的数字人。但是心理咨询师说呢，这其实就是对这个妈妈没有帮助，甚至会对她造成伤害。
所以呢，那家公司就没有接受这样一个订单，把这个订单拒绝了。但是我觉得一个订单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做完之后对那个人是有帮助还是有伤害的，这其实呢是非常难评估、非常难衡量的。对于我来说，我就不希望别人欺骗我，即使他是为我好。那在英文里呢，我们说 white lie，在中文里我们有一个对应的词语，就是善意的谎言。我不希望别人欺骗我，即使他是善意的，那我也不想自己欺骗自己，就是假装那个人还活着。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这样一个服务，对于这样一个公司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如果是你的话，你希望做一个死去亲人的数字人，让他复活在屏幕上面吗？欢迎在留言里告诉我。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在这个视频里出现的一些非常有用的词语。 AI，人工智能，当然现在在中国我们大家都说 AI。 数字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造出一个跟真人几乎一模一样的虚拟人物。复活，死了后又活过来，也可以指一个已经消失的事物又回来了。基督徒相信耶稣在那个星期日复活了。经过维修，这台坏了2个星期的咖啡机又复活了。门外汉，在某个学科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没有经验的人。计算机这方面，我是个完全的门外汉。真相，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不喜欢被隐瞒，我有权利知道真相。有市场的，受欢迎的，产品能卖出去的。现在看来，这款手机还是很有市场的，很多人都想买。善意的谎言，因为不想伤害对方说的谎，没有恶意。我对他说我生病了，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不想和他出去，我只想自己待一会儿。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视频。请记得给我点赞和留言，谢谢大家的鼓励。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